基金会第3主神欲要处死公子苑，我与死神赛跑奔赴法场。麻原占世界货币储备总量的5%，折合大夏币15万亿。今天我们手里要出手的麻原足足有10万亿，余下的那5万亿在霸国手里，基金会出不出手，决定着这场做空战的结果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先手，手中的麻原储备全部给我抛售出去。明白。阿卜杜、艾莎公主、科里昂，你们按照我之前发给你们的抛售时间表，分批次进行抛售。英网的大佬们，你们看情况入场吧。我只能告诉你们，越晚入场赚的越少，等快尘埃落定的时候再入场，肉就被吃光了。一瞬间，国际外汇市场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麻原抛售大单冲天而起，各国的金融频道也都在实时直播这场做空战。看着不断下跌的麻原汇率，西蒙马努斯的心落入了谷底。马努斯先生，您的私人电话已经打爆了，国会的高层们一直在催您赶紧去找基金会求救。所罗门的私人电话打不通，基金会的接待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。该死的，难道我们被抛弃了吗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加印麻原，兑换一切麻原能兑换的外汇进行对冲。什么？这无异于自杀。我知道这是饮鸩止渴的行为，但是现在加印麻原，好歹我们能喘口气，为我们争取到逃跑的时间。麻大国破不破产无所谓，只要我们能在麻原崩盘之前跑掉，哪管他洪水滔天。好，我这就去下命令。Boss， 麻大国官方在用各国外汇吸纳麻原，下跌的麻原汇率居然硬生生被海量的外汇给拖住了。这笔钱是哪里来的？会不会是基金会出的钱？可能性不到1/1000。三金，西蒙马努斯疯了，他命令手下疯狂加印麻原，并在跟各国兑换外汇，来者不拒。他兑换的比例是多少？一开始只比大盘上的比例低一点，1:30左右，但是就这么一会，比例已经来到1:60了。而且看情况，只要你敢要，多低的比例他都敢跟你兑，这是彻底要把麻原干成废纸的节奏啊！西蒙马努斯疯了吗？他没疯，他这是要拿一个国家换他自己苟延残喘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现在应该在秘密联系买家，售卖马努斯家族的资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龚总怕是会有生命危险啊！一旦麻大国破产，西蒙马努斯就彻底没了顾忌。那个时候，就算他为了报复你，绝对饶不了公子苑。戴安娜，立刻联系麻大国高层，我让你部的棋子该动手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别着急，让子弹飞一会，等基金会，等所罗门出手。当所罗门知道西蒙要跑路的时候，脸色逐渐阴沉下来。所罗门大人，现在怎么办？跟进做空麻原。可是我们这样做，不等于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吗？甚至很有可能，我们把手里的货抛出去，会成为压死麻原的最后一棵稻草。我们真的要按照三金写的剧本行事吗？你糊涂！现在这情况，麻原崩盘，麻大国破产是迟早的事。跟进做空，我们还能弥补不少损失；不跟进，最终的结果不会变，而且我们什么也得不到。就算知道是三金不好的局，我们也必须跟进了。您说的对，利益高于一切。马上通知各国上流圈层，就说谁敢买马努斯家族的资产，谁就是基金会的敌人。另外，封锁麻原加印的消息，趁现在还有一些傻子愿意收麻原，我们可以跟着抛一些，弥补损失。星愿资本、红龙会以及英网大佬和基金会的联合出手，让麻大国的外汇储备直接被挤兑的荡然无存。马努斯先生，麻大国要完了。这段时间因为外资的大量撤出，国民产值锐减，大批企业破产，麻大国80%的人陷入了贫困。三金做空带来的金融危机，直接导致了物价崩坏。现在麻大国已经快退化成以物易物的社会了。麻大国这次的经济至少倒退了50年，所有的噩耗都在预示着麻大国即将破产。三金，这是你逼我的，马上去给公子渊安排一场公审。不是已经审过了吗？再来一次有什么意义吗？这次的公审直接安排在法场，三金不妥协，那就让他亲眼见证自己老婆一尸两命。几天后，麻大国突然开启了一场直播。经过长时间的审讯，我方发现来自大夏的公子苑女士不仅涉嫌盗窃高端技术，更涉嫌严重的国际战争罪，且罪大恶极，对麻大国破坏性极强。1小时后将进行全球审判，如定罪成功，则立刻施行死刑。无数人紧张地看着这一切。三金这次可能要妥协了，对方被逼急眼了。是啊，公审哪有在法场里搞的？三金这次要不能让麻大国、让马努斯家族满意，那公子苑绝对当场就会死。三金这下要难办喽，直接把人家老窝都给端了，人家还能惯着你？这次三金不扒一层皮，公子苑别想活下来。恐怕这次公子苑不死，也会被西蒙用各种卑劣的手段留下把柄，就看三金的心理承受能力了。三金不可能妥协的，他发动这次做空大战，已经消耗了几乎所有的人脉和能量，所以如果西蒙要求三金赔偿损失，这笔钱只能他自己出，他不出，公子苑当场就会死；他想出，怕是整个西苑资本赔出去都不够。嘿嘿嘿，进退两难，横竖都要狠狠的再挨一刀。
疯子，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？帮不上。别看咱们是五老星，这种级别的冲突，我们连插话的资格都没有。这次你不去三金那交代些什么了吗？他和公子苑已经为大夏做的足够多了，这一次我不想再逼他做什么了。三金啊，希望你别走上我的老路，那是一辈子都要背负罪孽的地狱啊！与此同时，三金接到西蒙的电话，说1小时后才开始公审，就为了留出时间和三金谈判。三金你很好，没想到麻大国还真让你逼得快破产了。其实如果不是有基金会帮忙，我想让麻大国破产，可能还要费很大的周折。我不想跟你多废话一句，还是那句话，想让公子苑火，给我10万亿，否则1小时后就是他的死期。10万亿太多了，我的钱几乎都拿出来做空麻园和麻大国股市了，现在手里能拿出来的只有1万亿。10万亿少1分都不行。三金，你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。就算我能凑够10万亿，你又怎么保证子苑的安全？三金啊，你还是这么不老实。10万亿，你有1小时的时间，到时候钱不到账，全球将见证公子苑的死亡。Boss， 现在怎么办？疯了，能给我安排一架音速战机吗？我要在1小时内赶到麻大国。没问题，万事小心，注意好自己的安全。10分钟后，三金骑着音速战机火速飞往麻大国。计划进行的如何？不是很顺利，不给族地主辛普森立业，估计他是不会松口的。让他等着我，就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另外，让训练好的难民过来，我有用。距离公审还有20分钟的时候，三金赶到了麻大国。辛普森在旁边的酒店，他知道公子苑正值生死存亡之际，故意拖延到现在才松口，答应跟咱们谈判。走，去跟他过招。三金先生，我知道你很急，这样吧，我们只要5万亿，另外你恢复供给，再让鸿蒙会和阴网的那些人撤资，我们就答应帮你。你这是狮子大开口，哪怕是麻大国没快破产的时候，这些条件我们也绝对不可能答应。三金先生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以你的能力，这些钱没了，10年之内肯定能赚回来，但是心爱的人没了，肯定会后悔一辈子。时间的确不多了，这样吧，我开出我的条件，你听听，能接受的话，咱们就算达成一致。您说，麻大国直接宣布破产，所有城市的经营权交由大夏来管控。以后麻大国不再使用麻元，而是使用大夏币，而我则恢复供给，停止做空，让麻大国恢复正常。你耍我呢？这么没诚意的话，那你就看着你老婆去死吧。反正麻大国没了以后，我们在国外还有资产，以后也能衣食无忧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，而是在通知你们。最后问你一次，答应还是不答应？我答应你大爷。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下一刻，几道黑影扑向辛普森，在众人骇然的目光中，麻大国地主死。辛普森先生真是太不幸了，被本国的难民给误杀了。那么，埃尔登先生同意我刚才的方案吗？三金，你怎么能这么无耻？我告诉你，话没说完，难民直接扑上去结果了葛罗斯·埃尔登。我再问一遍，就刚刚的条件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赞成，我们赞成。好，因为辛普森和埃尔登不幸遇难，现在暂时由阿诺德接替地主之位，请各位立刻以官方身份对自己下属的各个部门进行官宣。三金还没打钱过来吗？还没到最终时间呢，别着急。主神大人，三金既然愿意给1万亿，那咱就先拿着，你又何必非得要10万亿呢？就是啊，三金好不容易才松口的，万一他要是放弃了公子苑，该怎么办？就在这时，法场的时钟响了起来，公子苑的审判时间到了。三金没打钱，他放弃公子苑了。我就知道，没有人愿意拿10万亿换一个女人。马努斯家族的人脸上充满了愤怒与不甘。等审判完了，先别弄死他，我要狠狠折磨他一番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我去找摄影师，我要让白龙王看到自己的妻子是如何被羞辱的。孩子，妈妈对不起你，我可能是一个好女儿，可能是一个好妻子，但我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好母亲了。孩子，我不奢求你能原谅妈妈，只求来世能与你再续上这份缘。整个麻大国被笼罩在了乌云与雨幕之中，一辆疾驰的跑车在暴雨中急速前进。法场周围所有的道路都封住了吗？封住了，连一只苍蝇都逃不掉。没去法场的马努斯家族成员呢？全部抓住了，等候您的发落。好，再开快点，我不管路上有没有人，给我加速。怒吼声直上九霄，雨幕生生被雷电劈开。这一刻，就连苍天都在给三金让路。